东西都在这儿了，小姐。嗯。高明师傅呢？买马去了。咱们这么多的人和行李，3辆车都坐不下。丫鬟和小厮的身契我都还给他们了，还多给了些银两，臧大人不会介意吧？这整个京城，还有谁比香老板更会赚钱呀？这以后我们大家都得仰仗您了。小海，小海，你看谁来了？赵大人。恩公。臧海啊，你准备辞官，离开京城？我已向内阁递了辞呈，想着等皇上允准了再跟您说。你现在是否有空，能同我聊聊？一辆马车可以往左走，也可往右走。然而，缰绳却在马夫手里。我有时候觉得，人就像这匹马一样，看似有的选，实际上由不得自己。当年我救下你，我让你遵循内心的选择，你选择了复仇。但我这些年时时刻刻在想，让一个孩子做这么残忍的选择，真的对吗？恩公救我，乃大恩，又让师傅们照顾教养我，还让我报仇雪恨，我又怎会责怪您？是啊，你逐渐长大，心性成熟。如今，你的第3个仇人死了，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。我想让你再选一次。没事啊。帮他拿着吧。谢谢大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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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么多年，贪官污吏掏空了大雍，九河年年水患，科举多有舞弊。纵然在这天子脚下，仍有几名饿死。恩公所说的选择，是指什么？还记得你刚入平津侯府的时候，把收到的礼换成粮食，给饥民们施粥吗？
而你的父亲曾经也是这样做的，他也会让一些饥民做劳工，好歹让他们有一口饭吃。你的很多师兄弟都是逃难的灾民孤儿，幼小无依，被他接到家中抚养长大，但也仅此而已。那次你上我家去试探，我对你说的话，你还记得吗？在确保你想做的事情一定能够实现之前，先走到那个位置去。您的意思是，你父亲能救他们于一时，你为何不能走得更远，救天下苍生于一世？从明日起，我将暂代内阁首辅，而你有纵横天下之才，若你愿意，就接受这入职内阁的特简，继续在朝中做官。若要从此天高海阔，就拒了它，去过你想要却一直不能拥有的人生吧。走吧。安童，我想到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辞官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要离开京城，不再回来。若第三人真的还在，他知道我是谁，他也知道我了解鬼喜和童宇。你说，他会放过我，任我自由离开吗？他定会让你留在他看得见的地方，想尽办法确定你有没有将鬼喜和童鱼交给皇上，确保你不会破坏他的下一步计划，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杀了你。没错，最不想让我们离开的人，可能就是真正的第三人。他恳请我留京，并入内阁，助他一臂之力。现如今，挽留我的只有他一人。若他只是爱惜人才，是个巧合呢？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试上一试。此次入阁，不仅能与他朝夕相处，还能接触到诸多档案机密。倒是他，或不是他，我总要求一个真相。师父那边，你帮我多留意着。即便赵秉文可能是第三人，可是高明师傅，我们连他都要怀疑吗？如果恩公真的是第三人，我在想，会不会师父跟我一样，也被蒙蔽了？但他们的关系，总归是真的。无论是恩公还是师父，一切水落石出之前，我确实无法坦诚相待。你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
这“中庸”二字，为何总难写好？先生教过，中庸要无过无不及，不偏不倚，实属不易。这写字也是这个道理。君子之所以能叫中庸者，是因为有君子之德；往小了说，是好生之德；往大了说，是救世济民。所以先生让藏海入内阁，随你协理朝政，造福苍生。只是藏海年轻，这也并非他的专长所在。这是你的意思，还是藏海的意思？藏海对先生十分敬仰，这只是我的想法。没什么隐瞒的吧？不敢。你呀，还是要做好为师的本分，不要让当年之事重现。还没有探听到童瑜的下落吗？我这个徒弟心思缜密，暂时还无处下手。要是再不探明，可就晚了。我这都是为了他好，让他留在京城，入内阁，才是真正的保护他。我会尽快的。啊，赵阁老，赵阁老。承蒙皇上圣恩，由我暂代首辅之职。今后内阁之事，还要仰仗各位大人多多相助。阁老尽管吩咐。食府之事，朝野哀痛，石阁老弑君尽节，还望诸公记他一志，在内阁恪尽职守，为皇上分忧。是。皇上已允准了藏海入职内阁，日后可参与朝廷的机要事务。藏海，以后内阁书库，你可随意出入。是，赵大人。好了，准备今日议事吧。藏海，有不懂的地方，随时来问我。你我之间不必拘谨。是。赵大人，我有一事想向您请教。
我最近翻阅了过去许多年的票拟，发现有不少都出自赵大人的手笔，言辞之间就能看得出，他品行高洁，一心为国。照你这么说，他不仅毫无破绽，反而越查下去，越彰显他是个忧国忧民的好官。难道我们真的误会他了？我现在也想不清楚，他是一心想要培养我，还是为了骗取我手上童鱼的下落？能10年如一日的演下去，一定是为了更深的目的。在确保想要做的事情一定能实现之前，先走到那个位置上去。还是得继续查。接下来比的，就是耐心了。好你个香烟图，前段时间都不怎么搭理我，怎么今日想起我来了？哎呀，我这不是找你了吗？哼！你看，我给你泡了当下上好的花茶，你尝尝看。我还给你买了香粉。还不错，喜欢你就都拿走。算你还有点诚意。你最近和藏海怎么样？他刚入内阁，天天跟着你爹忙于朝政，都见不着他人。我说呢，原来是见不到藏大人，这才想起我来。这画儿，你认得这玉刃山风光图啊？这幅画是我爹的，我从小便见过，怎会不认得？就是这幅，没错。这画怎么会在你这儿？这画是在石一平的府里，他死后，藏海就向皇上求来了。我爹的画怎么会在石一平手里？算了，不管他。不过这个藏海倒是挺有心的，特意管皇上要来这幅冬夏的画作送给你，省得你思乡心切。对啊，他都没空陪我，送幅画是应该的。好啦，你也别整日闷在屋子里了，走，跟我出去玩去。赵大人，下官有一事不明，还望您指点。这些天，工部呈上来的奏本，内阁票拟的意见都是不予批复。当下正值春季，多有水患之灾，工部深知其中利害，想要兴修水利，可不知为何。藏海，这些年，大庸国库空虚。别说是工部了，就连礼部的春闱都捉襟见肘。如果只是因各部所需一直拨银，早晚顾此失彼呀。这个问题必须要从根上去解决。您说的是惩治贪腐？对，国库的银两都流失到了贪官污吏的手中。拨得再多也没有用，归根结底是律法的问题。治贪腐当用重刑。但这样会不会适得其反？藏海啊，藏海，你能想到这一点？甚好，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。朝廷的贪墨之风，多是因官吏们俸禄太薄而无力养家。想让他们不轻于百姓，不是杀几个就能解决问题的。
我已经向皇上谏言，将5品以上官员的俸禄提高30%。这笔银两才是朝廷最需要拨的。官足以毕生，食足以起家，得让他们先养家糊口，才能不鱼肉百姓。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。但是不是应该先从百姓身边的官员开始？若是国库有那么多的银两，我怎会不这么做？可要越过这朝中诸多大臣，先着眼小官小吏，恐怕就连皇上也办不到。这便是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。你已是谋政者，以后一定时刻牢记。是，藏海谨记。今日童儿过来，一眼就认出那幅画是赵大人的，还问怎么到了咱们这里。果真是他的，那这事儿就十分可疑了。我以前从未有事瞒过童儿，今日没跟他说实话，我心里有些不舒服。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真希望赵大人只是你的恩公，不是你的仇人。童儿，爹，你在找什么？爹，这幅画你当真送给11平了吗？哪幅画？就是这里之前装的《玉人山风光图》。哦，那幅啊。哎呀，那是之前有一次呢，我和朝中其他的同僚去石府拜会，美其名曰书画鉴赏，我也就随便挑了这幅去充数，没成想还真被他看上了，强行索要，我也就送给他了。我今日去找暗图玩，在他那里看到了这幅画，我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，结果回来一瞧，还真是。这幅画随着11平生死，师傅查封，应该统一归入朝廷啊，怎会被他收了去？他说，是藏海看到那是一幅东夏的画作，便特意向皇上要来，送他当做礼物。原来如此，童儿，陪爹坐一会儿。自从你娘去世以后，咱们父女2人相依为命，我便也由着你打扮成公子模样，出入枕楼，说书胡闹。但如今你已经不小了，是时候收收心了。可是我就喜欢整日读画本，说书。你这孩子啊，从小就离经叛道，仗着爹宠你，做事随心所欲，不计后果，总有一天你会吃亏的。爹，现在枕楼也没了，你也别总想着那些画本故事了。从今以后，你便多在家陪陪爹。老爷，爹要先忙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
陆康，哎，在老爷。蓉儿已是大姑娘了，以后她出门，安排几个下人跟着，免得出了差池。是。臧大人，时候不早了，政务是忙不完的，明日再说吧。明日还有工部和青天剑的事儿等着我办呢。过去师阁老总是责骂我，说我懒惰散漫。他若是看到你这样，一定会很欣赏你的。那我先回来。可惜了。可惜我入阁晚，不然就可以多向石阁老请教。在这官场之中，若是能有一个愿意时刻提点自己的主官，也是幸事。你倒是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。愿闻其详。臧大人，你之前是跟随庄卢隐，是靠举荐做的官，你又把这官场给搅的是一汪浑水，这对于石阁老来说，你是打破了他多年努力维系的平衡啊！平衡。可石阁老，不也一直对曹敬贤的所作所为熟视无睹吗？曹敬贤和庄卢隐，过去在朝中那是无人敢惹的权威，石阁老带着内阁一直在和他俩抗衡。现在这二人死了，只可惜阁老没能一直走下去。可京城中都在传，石阁老与曹敬贤私交甚笃，却没想到最后竟然死于曹敬贤的厂卫之手，还说他们二人是兄弟反目，自相残杀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石阁老是我多年的主官，我怎么会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？臧大人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这是大庸官员的名册，当初是石阁老交给我的。他在吏部做侍郎的时候就已经在写这本名册了。人人都说石阁老做吏部尚书，对大庸官员过目不忘。没想到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！年前，阁老看我疲于政务，便把这名册交给了我。现在这名册就一直放在内阁，再也没拿回去。陆敏，陆敏，这个我也注意过，这应该是曹敬贤入宫之前的名字吧？他的几个义子都姓陆，真是放不下传宗接代的心思啊！哎呦，大人，老奴不知大人到来，有失远迎啊。坐。谢大人。你先下去吧。你就是刘公公。正是老奴啊。过去宫里新入宫的太监，都由你来教规矩。我要向你问个人。老奴若知，定当明告啊。陆敏。陆敏。陆敏。哎，记起来了。你当真还记得？当真记得呀。他不是啊，入宫后给净的身呐，他是自己早就没有这个家伙事儿了，
他是自个儿当的太监呐。宫里的规矩礼法多，在这里学成的，才有资格入选内宫做太监。陆敏是个勤快的人，还好琢磨。没多久啊，他就在我们这几个老家伙的手里头，那学得个七七八八的了。到了更名换姓要进宫的那天呐，他呀，比那个早他3年5年进宫的还要厉害呀。那他后来换了什么名字？那我就记不得了，我记得好像他是到了御马监里头干了杂活了。陆敏啊，他读过书，识得字，说话呀也文绉绉的。他总说呀，自己不该是个太监，若是报考功名，他必然是个大官啊。据他说呀，他在全京城最好的地方读过书，是大雍学宫。大人，大雍学宫自建立以来，所有文书档案原本全都收纳在此处了。你先下去吧，我自己找便是。是。师傅，回来了。今天吃炸酱面，别着急，等会儿啊。我今天太累了，没什么胃口，想休息休息。内阁呀，真是一个不好待的地方啊。你说你，一身3任，要干的事情也太多了，我都替你觉得累。这件事儿对于我来说，确实太多了，也太重了。要不，我帮你去跟先生说说，让你别挑那么重的担子。让我再好好想想，等我想明白了，自己跟他说。小海，你现在跟师傅可真是生分了，一天到晚也不主动找我聊天了，是不是有了香小姐就把师傅给忘了？
既然您都已经这么说了，那徒儿就没有不与师傅聊天的道理。这还差不多。不好算。师傅，哎，您还记得您曾经问我，报完仇以后，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？我当时答不上来。您还跟我说，这一天很快就会来了。师傅说的果然没错，我现在做出了选择，跟着恩公继续在朝为官。但我很想知道，师傅您呢？我？恩公让师傅跟着我，助我报仇。现在大仇已报，师傅难道就没想过自己以后要做什么吗？你小子是不是嫌弃师傅没用了？你现在是进内阁了，师傅以前教的东西用不上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，我逗你小子呢。哎，真想知道？嗯。哎呦，这可是观音呐！师傅啊，您还记得在我小时候您带我去骗贪官的事儿吗？记得呀。您看啊，现如今我也能拿到新换的观音了。你小子有出息了，当初我用的观音可是你恩公给的学费呢，结果呢，第一堂课就花完了。哎呀，师傅装大官装得这么像，难不成就是跟恩公学的？要不你也真来做做官？哎，那可不成。师傅就是个江湖骗子，真上阵那就露馅儿了。我看不会。这人呐，有的时候真不一定为了一个什么目的而活着。日子一天天的过，有在乎的人在身边，不挺好吗？你在京城，你恩公也在京城，师傅我能去哪儿啊？我就在家里给你打打下手，做个厨子。既然教不了你本事，那我就把你的胃养好。嗯。您曾经跟我说过，徒儿的本事再好，也比不上师傅。行，你也忙了一天了，进屋睡会儿。面条呢，我慢慢做，等你睡醒了就能吃了。我不会叫你，保证一碗炸酱面能把你香醒。去吧。好。嗯。赵大人，恩公，我的第三个仇人。之前我觉得是自己太想复仇，一切都是执念在作祟，停不下探查的脚步。直到真相水落石出。你想好怎么做了吗？
要不要直接去告诉皇上？不行，如今我也隐藏了童玉，此事不能再通过皇上了，得靠我们自己解决。既然我已经选择了这条路，就没有不走到底的理由。好，那就往前走，给过去和现在的自己一个交代。安都，你准备一下，明日我想请赵炳文来家里，把一切都和他当面问清楚。收敛眼泪的锋芒，掌心念着危险的渴望，惊涛笑里藏，惊雷无声响，城府深，深不过我目光。阴谋是我护身的衣裳，阳谋是我纵横的刀枪，用隐忍的狂，稀释道德藏，也不黑，只因为我心滚烫。人心的罗盘莫测，总会有人起起落落。盛夏是我，雨多是我。当夕阳如烈日赤裸，与君共高歌。芒种是我，秋收是我，天下是我。苍生。